很多人說遍路是一場枯燥的修行，但我覺得遍路更像是另一種形式的生活。如果時間恰好，遇見了在地的慶典或市集，哪有不參加的理由呢？如果你能在周日抵達高知市，那絕對是大師留給遍路者最棒的禮物。今天，我們的氛圍從莊嚴的寺院轉向了充滿活力的街頭。從高知城追手門開始延伸1公里的周日市集，是擁有300多年歷史的庶民廚房。晨光下，叫賣聲與香氣交織，我們暫時卸下修行者的行囊，闖入這片人間煙火。來到市集，你絕對不能錯過那些排隊名店。當我們接過這份熱騰騰的金黃天婦羅時，心裡的雀躍難以言喻。外皮酥脆的驚人，咬下去卻是甜美鬆軟。這份澱粉帶來的熱量，成了我們今日魔鬼行程開始前唯一的心理安慰。走在高知街頭，你很難不注意到那位紅彤彤的朋友，麵包超人，路邊、巴士，甚至電車上都有他的身影。這是因為作者柳賴松老師正是高知人。對遍路者來說，這些充滿童趣的點綴，讓漫長的徒步路程多了一份輕鬆的陪伴感。然而，挑戰往往在你最放鬆的時候降臨。在四國的郊區，公車站牌通常只是一隻暗淡、不起眼的小鐵牌。你不僅要搞清楚它是去程還是回程，還要在你不熟悉的東南西北中迅速做出決定。第34番本尾山朱雀院眾間寺，聽名字就知道，這是一座與生命有關的寺廟。西元810年，弘法大師從大唐歸國，在這裡撒下了五穀種子，也播下了傳法的心願。這裡供奉的是藥師如來，醫治着旅人身體的疲憊，也撫平內心的浮躁。在漫長的遍路道上，種間寺就像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停歇點，提醒我們每一份汗水都是在為未來播種。剛結束第34番種間寺的參拜，為了趕進度，我們幾乎是用快跑的方式趕到站牌，看到公車就覺得慶幸，抽取整理券，上車，卸下背包喘息。正當我們覺得一切順利時，窗外的風景卻讓我們的心沉入谷底。這條路怎麼越看越眼熟？發現搭錯方向的那一刻，腦袋瞬間進入極速運算模式。要在哪裡下車？轉車班次還有嗎？在班次精確卻稀少的日本鄉下，一個錯誤就意味着時間的大量流失。在高知這片被稱為修行之道場的土地上，第29番摩尼山國分寺散發着一種跨越千年的厚重感。作為聖武天皇下令興建的官寺，這裡的氛圍肅穆而內斂。走進寺內，映入眼簾的是纖細柔美的枝垂櫻，在風中輕輕搖曳。那金鎖前，潔白的木蘭花在暮色中閃耀着純淨的光芒，與深色木造建築形成強烈對比。在國分寺，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這裡的鐘前設有阻礙，朝聖者是不能撞鐘的。在遍路途中，有些寺院會因為臨近住家或其他原因禁止撞鐘。修行就是這樣，隨時觀察並遵守當地的規矩。不過，國分寺也非常體貼，那金鎖旁的簾子裡藏着自動飲料機，雖然可以自行取用，但作為遍路者，我們當然會在旁邊的淨財箱留下一份心意，這也是一種善的循環。為了補回進度，我們在完成第29番國分寺的納經後，決定做出一個勇敢或是說瘋狂的決定，靠雙腳走完剩下的路。從第29番前往第30番善樂寺，是長達7公里的徒步挑戰。這段路我們走得刻骨銘心，沿途我們甚至還跟路邊的高士掃描宣傳海報來了一場意外的粉絲見面會，成了苦中作樂的小插曲。此時的高知正值春耕，水田剛剛蓄水，雖然雲層厚，沒能映照出壯麗的天空之鏡，但那種泥土與清水混合出的樸實氣息非常迷人。然而風景雖美，體感卻極其嚴苛，悶熱潮濕的空氣讓我們仿佛行走在巨大的行動桑拿房中，加上田野間完全沒有遮蔽物，紫外線毫不留情地穿透皮膚。因為行程延誤，我們是空腹在烈日下前行，純憑意志力在支撐。抵達第30番善樂寺時，手機上的步數統計刷出了驚人的3萬步。那一刻，體力值歸零，雙腳仿佛已經不再屬於自己，足底筋膜炎的警告訊號在腳底瘋狂閃爍。同伴之間的對話變少了，大家都在沉默中與自己的身體極限對話。但你以為這就是終點了嗎？不，高知的夜晚才正要開始。夕陽西下，我們再次步行2公里，來到了遍路者的購物聖地 Workman Colors。這裡針對戶外工作者設計的耐磨衣物，對我們來說就是最高級的戰鬥服。接着我們前往滿表高知店。說來神奇，原本瀕臨癱瘓的雙腳，
在跨進店門口的一瞬間，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間滿血回血。看着那些輕量化裝備，大家的眼神從疲憊轉向發光，這就是所謂的遍路平衡吧。白天感悟自然的殘酷，晚上則用購物來療癒身心。提着滿載的戰利品，今日所有的酸痛、飢餓與汗水，都化作了滿足的笑容。四國遍路，真的是一場人生應對的考驗。我們會搭錯車，會迷路，會被烈日曬到虛脫，但也正因為這些意外，我們才學會了如何修正，如何加冕，並在挫折中找到完善自己的方式。人生不也是這樣嗎？走錯了，就推演下一步；太累了，就找個方式治癒自己。今天的3萬步雖然艱辛，但回憶起來卻無比踏實。我是阿舍，謝謝你陪我走過這場汗水與購物交織的一天。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最真實的遍路日記，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我們明天見。